记录77，然后这只76，超扯，台湾最大的小鸟，最长的。哇，这只真的超巨的啦！你怎么了？你看看活血统，这一只是台湾的第一只被养出来。Unbelievable！ 对啊，这个地方好赞哦。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很不一样。今天我们到了台湾非常有名的勇哥跟子杰老师他们的宝藏虫室。这是很开放的，不是很秘密。我是觉得说，养虫本来就这样，不要说自己养的快乐就好，而是一种分享。不可能说天生他就会养虫，慢慢的你要从基础打好，然后再累积经验，然后到了一个程度。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真的。好，感谢勇哥，因为我很喜欢甲虫，可是我并没有对这些东西有任何的了解。我可能是台湾的几种常见的我知道而已。其实都没关系，都是还是要从基础，然后进阶。哦，shit！哎，老外干超大只的，要过直服了吗？后面还有，哇，超帅的。对，这现在有皮了，有拿掉，对。毛很精哎，这个毛它有一个名称吗？应该有很多称呼的，那个叫做，比如说刚毛，哦，还在刚毛。对。跟我想一样吗？再来跟我想一样。其实那一些它的体毛，它是有它的作用，它几乎就是感受到空气中微小的一些波动啊，或是触感。所以它刚毛的地方也是它很敏感的地方。应该是说，我觉得刚刚勇哥指的刚毛应该是屁股后面那一段。后面这里就是像前面这个地方，我猜啦，它可能在野外打架的时候比较拿来增加摩擦力，不然如果它原本光滑的话，它夹对方有可能很容易就滑掉。它这些体毛，这些刚毛，它有它的作用，就像比如说它摩擦了大腿内侧、外侧都有，只要是一碰，它就会有动作。这只是刚羽化的，已经羽化1个多月了。哦，已经1个多月了，差不多要过直服了。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这样蛹，超帅的，这个蛹超大只的。对，这一只会比这一只大。这个世界纪录现在是多少？180还是181？因为它是立起。哦 ，L。对。之前那野外的记录是超过176、178嘛，但是经过人工的饲育培养，它才有这么大的尺寸。对，它已经适应人类的环境，还有食材，还有空间，慢慢才有这样的记录。所以这个记录其实它每突破一点点，它都是人类在对于这个虫蛹的了解跟繁育上面的很大一个里程碑。对，所谓的经验累积嘛，针对它需要的营养成分，然后去制作他们需要的那个食材。勇哥在虫界也深耕要30年了，饲育成绩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次勇哥非常大方的跟我们分享他的虫事，让我们看到非常多宝贵的甲虫。勇哥也非常不藏私的将自己多年精心研发调配的耗材分享给想要养虫的伙伴们。有想要跟勇哥用一样耗材的虫友们，可以点击上方资讯卡或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到勇哥的粉专跟勇哥私讯下定哦。我可以问一个很肤浅的问题，像这样一间虫室盖下来要多少钱？这间的话，如果我们说虫的价值不要算了，就是那些设备啦，应该是10万左右，应该就可以。10万左右可以，可是后续都会有像是电费啊，这些不等啦，应该1个月算起来应该是4、5千块。因为喜欢，所以说才经过这样。27、8年前，接近30年，我也是从小小的一个小地方扩到现在，我就好不容易弄出一个小房间，慢慢的去饲养它，也是从我这小孩子他喜欢，然后再跟他就是共同的喜欢的一个兴趣到现在一直维持着。当初是勇哥先有这个兴趣，还是你先有？应该是我啦。就我很小的时候，我是3、4岁的时候，我爸的公司员工旅游，然后我们去拉山。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不太开心，然后勇哥就在外面路灯下抓一只高沙给我，然后我就开始很喜欢，很喜欢甲虫，而且看子杰老师就知道那个勇哥养虫的这些经验全部都人才会不养拔高这么多。我一些朋友，你是怎么样养小孩子？我说我比较养虫这样，去养大它。我想要问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在这个里面？这个叫人工蛹室。不过我们要方便的去观察它羽化的这个过程，才去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人工蛹室下去，让它度过它的所谓的蛹期跟羽化期。这段时间它还有一个修复期，生理成熟之后，它才会开始活动。
才会吃东西。它有个专有名词，这段时间它叫直呼起。锹形虫跟兜虫的蛹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锹形虫的蛹它把它的头180度往肚子那边折，兜虫的话它的头会是直的，所以它的蛹式会相对于蛹比较长会更长一点。每一个都是老师跟勇哥灌注时间跟爱在他们上面的。这边有一只也是很奇特的一只，非常有特色。他就是那只兄弟，就是那次兄弟，你怎么了？你看看博血统，它的那个头，你怎么了？很大，这个会长这样是基因的问题啊。就是他血已经弱化。哦，因为它虫会一直累代，那在累代的情况下，它的基因可能会弱化，会有一些天生的畸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脚就会长歪，或者有些地方没办法冲起来这样子。同属的，哦，美琪吗？同属的，美琪白兜虫，它白兜虫，低属，对低属的，好漂亮，错是低属 Diatennis。美西白都有一个人生的味道，好酷哦！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可以养的，他在养3年，这只也是啊，这只也是啊。哦，这个是这个对，其实他们都是，写的超帅，它就是我们东南亚这边的，对，高加索，它的高加萨斯，好漂亮哦看！它这是比较红的光泽，它这里是绿。所以个体差异它有一点蓝绿的那种表现。现在我们用的是 LED 的一个灯光，自然光下它的表现又不一样。这几只会打起来吗？不会，它们还是有一个距离，而且这边你也知道，冷气吹着，哇，干嘛要战斗呢？睡觉休息嘛。还有身上是有绒毛的，哦，毛象，对，这毛象大兜虫，这只不是普通毛象，没位置啊。白满满，哦，这拍起来超帅。其实应该叫西方象吧。我小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养了一只毛象大兜虫，然后他那一天很兴高采烈就抓来，然后给我看。我说：“你看我新养的毛象大兜虫，我这是买超贵的，你猜多少钱？”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只毛象大兜虫飞走了，真的、哦。他回去被他妈小朋友反应很快。然后就然后就直升机。子老师，像你们在养南洋啊，你们怎么把它养出这种长脚的那种？因为不是说南洋很容易爆冲吗？我跟你说，我等一下拿一个已经做好勇士的一只，看你们可以近一点拍，它会旁边会有一圈比较潮湿的，压实的，对。对它现在它会做一个长状的椭圆形的勇士在那边。你说它会暴走，其实暴走大部分都是因为它不太喜欢它这个环境，它会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做它的安全的勇士。当你没有找到适当的地方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就要暴走。暴走照理说上面会有很多它爬过的痕迹，半圆形的那种移动痕迹。你看它几乎是没有，它只是把它推上来。这个很关键，就是这一些土适不适合它做。你最后一次的换土，你要拿到适当的时机，里面的分量足够它做勇士。感谢勇哥分享。不会啦，其实都是一些经验的累积嘛。所以我们来试这一只好了，这只比较大，这只还在睡觉。这一甲我们可能就是说指甲上去的时候，它就要帮你剪。这会把你的肉夹下。之前我们有一次带南洋去展示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弟一直在弄，就叫他不要弄，就说会不会夹到，他不信，他就是弄，一直弄，然后他突然变安静了，躲在旁边，手在流血，开心的。那时候是刚好那个这边有一个小展览嘛，走一走之后他就来摸一下，走一走逛一逛，他又来摸一下，那一次就很不幸的，就再也没来了，然后发现他就是不用条件。不过那是一个经验，那只是一个小痛而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就是所谓的英特吗？对，这一只超型的，超大只的，只要是这只超过10。对，超过10了。这只是什么？英特鬼，特梅迪亚，英特梅迪亚，它也是燕锹，燕锹。我们一般只有台湾的叫做鬼燕的，其他的台湾跟中国就是 C 法是鬼燕。Unbelievable！ 对啊，英特鬼啊！这只却是目前台湾养最大的一只。哦，那这样勇哥会爆皮裤娃吗？还是？但是它才76，记录是77，差1而已，记录77，然后这只76，
超扯，哇，好帅哦！它叫多色，多色，这一只是印度，印度的虫感觉很多都会黄黄的，感觉肠胃很差。而且肠胃印度的种都比较稀有。有一点敲。这只看起来没什么，但其实蛮大只。绿色，这只绿色，我们把它放在76旁，就是76的多色燕锹旁边，就可以知道这只绿色身上有多大。这只是普通的绿色，哦，这只是普通的绿色，这超大只的。哇塞，这个就高下立判了呢。哦，而且这只很漂亮哎，这只是新宠。绣锹，就是斑纹锹，哦，斑锹，这只也是燕然后锹，是台湾第二小的新小宠，品种。这是台湾第2小的啊。对，第一小的叫做中斯热带斑锹。这只也是哇，它肚子好漂亮啊！这一只叫做红腿帝王燕锹，这个是哪一个国家的啊？这一只是国州的，哦，然后那个菲律宾也有，可是菲律宾是另外一个亚种。这一只是台湾第一只被养出来的。哦，真的哦，是这里养出来的吗？好帅哦！真萌啊！日本有一笔，然后就是我这里，台湾就是这里。鬼王呢？还有一只啊，一只已经做标本了。我养那么久，说实在只有这一只是成功的，刚好找对了它的食材。所以现在已经知道可以怎么复制这一只的经验了吗？接下来看偏大小了。但是你就是光要生它就很不容易的，你3年进来应该是有好几百只。很漂亮啊。它的长牙很漂亮，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长牙的部分。长牙、中牙跟短牙，它在饲养上面的复制模式也是一样的哦，还是它其实是有差别？还是要对的食材跟管理方式，才能造就它出来的大小。如果不对的食材，你还是出来还是小小的。虽然说我现在把它养成功了，但是呢，要把它追求大的这个所谓的尺寸，你还是要更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些虫，它每一只其实都是养虫人在上面付出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跟到最后面统整出来的经验。对，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它已经睡了5个月，1月14号以后还在蛰伏。一般甲虫的蛰伏期都会这么长？一般其实都是1个月左右。但是我看过最长的就是所谓墨龙白头，会是落在6个月至8个月。哦，超久，快1年了。勇哥，你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吗？你的成名之作 ？OK 啊，这只就是台湾鬼燕，所以台湾的叫做鬼燕。是，这只鬼燕是住这里吗？我先把它放回去。没有，很早，它在。所以每一只它的底材跟它的食材都其实都要不一样，都不一样。哇，我这一只就是台湾的，好大只哦，超扯，哇，超大只的啦，超帅。这是多少？91，应该会91加吧。等一下让你看97了吧。哦，是已经去的了吗？标本。每一只虫状况、体态，然后还有它们整个的生活环境，勇哥跟子杰老师都把它们顾得非常的好。因为很奇怪，我从开始接触锹形虫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钟爱台湾的动物。我接触的时候，台湾这个东西很多啊。它在北部，尤其北部的地方，你只要是有只要有路灯哈，那种水银灯那个，只要是在稍微山区，它就有。而我们抓到了唯一一只最大的野生的，对，就是91。超大，已经够了。原来是现在要找到91了，很困难哦。因为刚刚就最主要就是说它的栖息地就是被破坏了嘛，还有就是气候的变迁，我们都是会留一只最大的带回来，其他的我们都是会放掉。对，所以说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它们好漂亮，我想要去养它们。台湾最大的锹形，最长。哇，这只真的超巨的啦！在野外以前都是听说有95，听说有90，都是听说。对，野外没看过90。对，我最大看到86、87而已，野外啊。我看过92。很瞎，野外看到92很强。野外的算是很大。勇哥这个92一定也都是靠时间跟经验去跑出来的。那时候养的时候都不知道，说其实他在要推勇士的时候，就像要这样推勇士的时候，不能再去动它。对，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敢养，因为再怎么养，再怎么死掉。现在呢，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燕锹，什么样的燕锹都有，好爽啊！
中国大圆翅锹形虫，好帅哦！这一只可以爬到8以上。我现在的所有的形容词就是好帅啊！可能大鱼翅的牙不会这样，不会没有它会比较，对，它会翘，它会翘一点，俗称龙牙。我是觉得台湾比较帅。当然，对，台湾比较帅，台湾但是呢，以所谓的个体长度来说，它比较大，特别大。大很多。就你台湾看习惯，你看国外你就觉得国外我那天刚好昨天有鱼放一只76，比较大一些。对，它是工艺化了，所以说我这样不用这边对啊，这样包成干货的部分都会把它可以销售掉。对。如果说是做成标本，我们就把它放在防潮箱里面。为什么要放在防潮箱？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标本不要受潮，因为它受潮就会臭掉，或者长虫，或是烂掉，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有湿度控制的防潮箱里面。跟鬼一样。第一箱就是燕锹的，然后这只就是勇哥比库瓦记录那只，是109.9的。110，哇塞！这只就是它的翅鞘有点坏掉，所以这是97的。哦，就是因为翅鞘有点坏掉，所以勇哥不送这样。他送哪一只？他送的应该是这一只吧？这只还是这只我忘了。太屌了吧！睡觉，所以说这只就是刚刚勇哥养出那只帝王燕锹的长牙型，超帅，它可能效果出超屌的，超大只。然后这就是深山区，哇，各种深山锹形虫，像下面这款就是鸡深啊，然后各种深山，台湾的像是这个大屯鸡深山，这就是黄角跟鱼老深山，这只成远深山，然后这只很小只的，这只是很小的鸡深山，一般来说是长这样，然后这只长，真的超帅，迷你鸡耶，迷你鸡，它真的超小的。这是南台吗？太大了吧？不是，这两只是南台啊，然后其他北台比较多了，因为以前我都在。这只怎么弯成这样子？对啊，这只很酷，这北横的。它怎么弯成这样子？我去北横捡，那么大，没那么弯。第3排是中部的台车吗？这边应该是对啊，我还想这牙比较细的，这些应该都是，因为有些还没上标签。今天有机会上高烧，今天有机会，非常有机会。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这个绿色。黑粒，然后黑角，然后毛粒。高沙深山在做成标本之后，它身上的黄毛就会消失了。也不会，因为有一些是因为比较老，像这只就比较老，所以它身上黄毛点完它已经掉了，对，磨完了。然后有一些像这只就可能比较年轻，没掉，它身上的绒毛就比较多。有还看得到，只是它好像就没有那个光泽。有些做标本它会出油，像你吃那种，对，它会光泽会消失，像尸蛹之类的。对，真的就是。这箱是杂锹，很多彩虹杂的，像彩虹锹，各种颜色彩虹锹，然后大黑叶，对，黄金龟，然后这个叫长须锹，就它的触须特别长，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很小的角，台北葫芦那些。然后像这只狮子乡的这只就是台湾最小的锹形虫，这只小到剩一个点点，那个点点，就是真的中式热带弯锹。旁边那只就是刚刚我拿出来那个斑纹锹，就是他们也是有差距的，真的差快1倍。对啊，大概就是这样。这箱是我最爱的，超帅四眼锹，超漂亮的。这箱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四眼锹，然后这里面不只有四眼锹，还有这个智利长牙，然后还有像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啦，不同属的，像这个有花锹，然后旁边是澳洲灰锹，然后下面这只没有中文名字，它叫史皮西斯 （Species），有够壮观的啦。他们都是在智利或是秘鲁那一带，但我觉得这智利很多，超多的。这箱就是五角大的，我想到超五角大的，像这个叫黄五角，然后这是叫金边五角，然后这叫树棘五角、黑五角，然后兔子兜。兔兜长超可爱的，它2个并在一起。对啊，然后这排叫做三叉棘兜，下面就是一些普通的棘兜。然后这箱还在整理当中啊，就是一些很杂的小兜，独角仙，然后塑胶兜啊，就是一些很杂的小兜。塑胶兜超特别，它这只其实盖不太下去，所以它脚有翘起来，盖下去的时候顶到，对啊，它头有点往下一高，哇，太素了，加高素，所以就要买比较高一点的。然后这箱是南洋的，南洋好大只哦，帅，对，是都很空啊，都还在整理。因为我原本不住在这里，然后我是去年才回来的。
是，然后回来之后我们才开始想要把这个东西做更大。对，然后因为我爸是主要是负责养虫，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养，我是以前有养，但现在没有什么养。然后主要是标本啊跟制作耗材是我在处理，然后勇哥都是专门在养虫的。然后这箱是很以前的，就整箱都是台湾鬼燕，鬼燕呢？说这只不是啦，然后有这种长短牙。我看长短牙哎，哇，很厉害。哎，长短牙它算是半边的基因不一样吗？就是它畸形，就畸形啊，算畸形的，畸形，就像我人类长短小干是一样。真的啦，像我们看到这种长短牙的标本就觉得很酷，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如果有人长短手，我们就会。这不能剪，这不能剪。然后这是细参啊，然后上面是帝王细参、巨鸮，对，帝王细参，然后有红鹿细参，看好帅哦，鸡皮疙瘩，然后鸡冠，对啊，这个很大哎。对，然后这个是台湾很贵的小型虫，就原刺巨小型虫。这个像开瓶器的，这是鹿开瓶双钩哦，这双钩具，对，北部很多。这箱很熟的，子杰老师之前有送我一只小战神，我像是原刺，全都是原刺，好漂亮的红原刺，就因为我个人也很喜欢红原刺，就我喜欢原刺啊，所以收红原刺产地这样子，就收各个产地，然后大原刺，然后还有一些是泥原刺，但我还有非常非常多没有展，然后这是台湾原刺，然后也有其他国外的，像这个茶色日本的，然后这也是日本的那个冲绳原刺啊，与那国原刺，然后这个是石原岛原刺，这个就是叉脚，然后鹿角，巨二叉脚，你想看的台鹿啦，漆黑，今天有对今天这两个哦，这只漆黑超大的，这漆黑很不错，感谢勇哥今天让我们拍这么多，很帅。养虫就这样，什么都想。我觉得真的。等一下还要麻烦勇哥跟子杰老师带我们去山上点灯，对，看台湾原生的野生的锹形虫。希望紫伟可以带给我们好运。哎，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没问题，去山上吧。 OK，Let's go。 Let's go。